对吧？那我们针对中老年朋友有哪些咱们常见的，但是特别容易被忽视掉的身体信号，可能已经在提示我们的肩膀或者脖子已经出现损伤了呢？这一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？你提的这个问题啊，也非常重要。具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现实意义吧。对于这个中老年人啊，肩颈问题的信号，有时候啊确实比较隐蔽。也不一定是剧烈的那种疼。我建议大家留意以下这个几点吧。第一个就是进行性的一个无力感。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。它不是疼的受不了，而是感觉手臂啊它没劲儿，发软。比如说炒菜时啊，觉得这个炒过的锅啊变重了，握不稳，梳头啊，自己梳不到后脑勺，晾衣服啊举不起这个晾衣杆，甚至端个水杯或者是拿书包都觉得沉。这个就提示这个腱袖的肌肉肌腱啊可能存在这种慢性的劳损，或者有些是轻微的这个撕裂。第二个就是不免原因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夜间那个间隙痛。不一定也不一定会痛醒，但是晚上睡觉时啊，总觉得怎么躺这个胳膊都没地儿放，压着也难受，得翻身得找个合适的这个姿势，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啊，感觉这个肩膀比较硬，比较酸胀，需要这个活动活动才能缓解。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活动范围它在慢慢的缩小。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不到，但慢慢一天，他不是一天突然就不能活动了，他开始自我感觉有些动作我怎么以前能够得着的事儿他够不着了。比如说这个女性扣这个文胸后背的扣搭扣，以前就很容易，现在觉得越来越困难。男性啊就是这开汽车时去后座取东西，以前一转身一伸胳膊就取到了，可能慢慢的觉得就变得吃力了。洗澡时不能搓背，不能自己搓后背中间的那块区域，这个搓背动作自己完成不了了。然后就是静息式的酸胀感，就是在静止状态下，比方说看电视了、读书了、聊天了，这些不动的状态下，肩膀会自发的就是出现这种酸胀，这种不适感，需要我的活动活动，我才舒服。还有就是一些伴随症状，就是颈部的一些不舒服，有的其实好多中老年人肩痛哈，根儿可能在就是颈椎上，就颈椎蜕变，什么骨质增生了，椎间盘突出了，可能会压迫一些神经，引起从脖子到肩膀，甚至是放射到上臂了，这种酸麻胀。这些疼痛啊，往往和颈部的这个姿势有关啊，这是这些问题。非常感谢刘医生这么细致贴近生活的提示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啊，中老年朋友真的要特别关注那些不疼但没劲儿，晚上睡觉总别扭，以及悄悄发生的活动受限，这些不那么起眼儿的隐匿信号。那么基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两种疾病的根本区别，以及这些早期信号，网络上非常流行的那个说法叫做什么呢？肩痛就要多甩胳膊拉单杠，把粘连拉开就好了。这个建议现在还成立吗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，刘医生？这是一个必须就现在要纠正的，而且可能有危害性的一个误区啊。任何这个治疗和一个康复的措施啊，都必须是建立在一个精准诊断的一个基础上。盲目的这些运动啊，有可能是雪上加霜。对于这个冻结肩呀，在急性疼痛炎症期，暴力的或者也不当的一些拉伸，我刚才提到的甩动啊，会加重这个关节囊的炎症，和内部的一些微损伤，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这个粘连和挛缩。
正确的康复应该还是在无痛或者微痛的范围内，温和、持久、有方向性的拉伸，比如说钟摆运动，而不是画圈运动啊。对于这个肩袖损伤啊，特别是已经存在这种肌腱部分或者全部撕裂的情况下，比如说打羽毛球，负重比如提重物，或者暴力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甩胳膊，拉单杠运动，这些运动是绝对禁止的。就像一根绳子啊，已经部分断裂了，你还用力去拉扯它，结果这会导致这撕裂的口子啊越来越大。那本来可能通过这个保守，它可能能改善，或者缓慢的会自我愈合的，变成这种难以这个处理的一种复杂损伤啊。刘医生，您刚才说的太好了，这真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，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。